如果你问权力的游戏里谁最冷静、最理性、最不像一个失败者，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名字：泰温·兰尼斯特。他从不情绪失控，从不优柔寡断，他让兰尼斯特家族重新站上权力的巅峰，让敌人闻风丧胆。他掌控战争、金钱与王权，让所有人重新学会敬畏兰尼斯特这个姓氏。但讽刺的是，他的3个孩子没有一个幸福。瑟西的一生都活在恐惧里，詹姆的一生在混乱的角色中迷失了自我，而提利昂始终都在证明我可以做到。今天我们不会谈权谋与胆识，也不把泰温当作是一个反派，我们只问一个问题：泰温·兰尼斯特究竟是怎样成为一个悲剧的父亲的？泰温的一切都始于他的父亲泰托斯·兰尼斯特。泰托斯性格温和，不易生气，容易轻信并原谅他人，对别人也过于慷慨。彼时西晋的大小贵族们都觉得他软弱、纵容，缺乏威严。他被人们称为笑师。他允许封臣们嘲笑兰尼斯特的名字，允许家族的威信被不断消耗。在他的统治下，西晋封臣们公然嘲笑兰尼斯特家族，有人借钱不还，有人私下联手，明里暗里都在嘲讽兰尼斯特。而年少的泰温是在这些羞辱中长大的孩子。对年幼的泰温来说，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仅仅只是因为他姓兰尼斯特，他就活该遭到这些羞辱。对他来说，这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而是我本身就是错的。于是他开始把软弱等同于羞耻，把仁慈等同于失控，把情感等同于危险。他这一生除了面对自己的妻子之外，都没有再笑过。对他来说，那些笑容代表的是嘲笑，是对他的羞辱，是指责他软弱，指责他无能，是指责兰尼斯特这个姓氏的没落。他不笑，并不是不懂情感，而是他不愿意再承受任何羞辱。他一定要在任何方面都保持完美的形象。甚至当他人到中年开始脱发，他都会干脆把所有的头发全部剃光，只留下2鬓金色的胡须。真正改变泰温命运的是9铜板王之战。这场战斗在美剧《权力的游戏》里并没有被体现出来，但是在原著当中却奠定了泰温一生的底色。那时他只有20来岁，那是他第一次被这个世界承认。他和他的兄弟们表现勇猛，赢得战争之后，纷纷被册封和认同。这一战，他清楚地看到了怎样通过强硬的手段来让人们臣服于自己。他发现了一件残酷却真实的事情：恐惧比仁慈能够更快地建立秩序，冷酷比理解更容易让人服从。战争结束后，他回到西晋，面对混乱的封臣，他果断地选择了暴力清算。塔贝克家族、雷耶斯家族全都被从历史上彻底抹除。当吟游诗人在整片大陆传唱的那首骇人听闻的卡斯特梅的雨季的时候，泰温·兰尼斯特的名字也随之传遍了7国。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泰温把自己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投射到了战争和对西晋的高压统治当中。当一个人曾在无力中被羞辱，他一旦掌权就会走向极端控制。而问题在于，这一切都成功了。从那一刻起，泰温这一生只相信一件事，
只要我足够冷酷，这个世界就会乖乖地听话。但在泰温的一生中，有一段极其特殊也极其短暂的时期。在赫伦堡，在那里他的身边曾经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侍酒童艾莉亚·史塔克。泰温在第一眼看到艾莉亚的时候，立刻就看出来这是一个女孩，并且泰温很快就看出来眼前这个孩子绝不是出身寒微，她有教养，懂得克制，但也有锋芒，她不谄媚也不卑微。泰温知道这个孩子一定是来自于一个大家族，但讽刺的是，他始终都没有看出他是一个史塔克。许多观众都在猜测泰温到底有没有看出艾莉亚是史塔克。我更倾向于他并没有看出来，因为在泰温的世界里，史塔克这个名字意味着公开、荣耀、正直、忠诚，而眼前的艾莉亚呈现出来的却是隐忍、观察、谎言和沉默。她不像她认知当中的任何一个史塔克。在那段时间里，他一定认为北境由于战乱导致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眼前的这个小女孩一定也是因此而颠沛流离。于是在那段时间里，泰温做了一件非常不泰温的事，他把艾莉亚留在身边，他教她观察这个世界，他与她展开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下达命令。甚至他还允许艾莉亚吃自己丰盛的食物。其实这并不是泰温的慈悲，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心理松动。这意味着当权力不再被需要的时候，泰温其实是有能力与一个孩子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的。而真正的悲剧在于，泰温能够对一个陌生孩子保持耐心，但却从未这样对待过自己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承载着他最深的恐惧。他们都是兰尼斯特，他们不能再被其他人羞辱。詹姆必须是完美的，否则家族形象就会崩塌。瑟西必须是可控的，那是他掌控七国的关键棋子。而提利昂则是对兰尼斯特家族羞辱的活证据。甚至是当血色婚礼发生之后，泰温冷冷地要求提利昂尽快让珊莎怀孕，以便取得对北境名正言顺的控制权。他的孩子对他来说都是权力争斗的工具和筹码，但艾莉亚不是，她不代表兰尼斯特，不会威胁秩序，不会暴露他对失控的恐惧，所以他可以看见他。而这正是泰温悲剧父亲的核心心理机制，越在意谁，就越无法真正看见谁。许多观众都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在泰温的家庭里，孩子不是人，而是工具。与孩子们之间的情感不是家人之间的连接，而是某种风险。在泰温的字典里，爱不是滋养，而是软弱。于是在泰温的影响下，瑟西学会了用控制来对抗不安和恐惧，詹姆用家庭角色代替了真实的自我，而提利昂从小就学会用机智来包裹自卑。泰温始终都不明白，秩序和服从可以让国家臣服，却会摧毁一个人的灵魂。泰温的结局令所有人大呼意外，他最终死在厕所里，死在一个最肮脏、最不体面的地方，死在他最瞧不起的儿子提利昂的手中。这不是复仇，而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象征性的终结。提利昂杀死的不是父亲，而是泰温对于情感的不认可。无论是在原作里还是在美剧当中，泰温都表现出了对提利昂的漠视。他瞧不起提利昂的第一任妻子，他也瞧不起提利昂爱上的妓女雪伊。
它践踏着提利昂的情感，也践踏着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人性。泰温·兰尼斯特不是失败者，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统治者，但他失败在一件事上，他从未允许任何人脆弱但真实地活着，包括他自己。泰温的一生始终用权力的面具伪装着自己最真实的内心。1950年代的时候，德国心理学家阿多诺曾经提出过权威人格的理论。在这个理论当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权威型人格的人，只有当他的人格处于非权威状态的时候，内心的柔弱才会占据主导地位。也许只有在赫伦堡那段短暂的日子里，只有在艾丽亚的面前，泰温才稍稍显露过一丝内心的柔软。如果你也曾在成长中感到你必须足够优秀才能够被爱，为了变得优秀，你不能失败，不能脆弱，那么请记住，你不是任何人的工具，你也不是秩序的代价，你可以只是你。感谢收看本期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请帮我点赞、投币，一键3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有特别的想法或是不同的意见，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下期再见。 Careful now, girl. I enjoy you, but be careful. Take that back to the kitchen. Eat what you want. Girl. My lord. Low-born girls say my lord, not my lord. If you're going to pose as a commoner, you should do it properly. My mother served Lady Dustin for many years, my lord. She taught me how to speak properly. You're too smart for your own good. Has anyone told you that? Yes. Go on.